前呢，我们也羡慕过国外原装的高尔夫 GTI， 但是现在我们中国品牌有了自己的小钢炮，领克02 Hatchback 前驱2厢大马力，这个东西就是驾驶乐趣最初的样子。2.0T 配 8AT 绝活，254匹马力，350牛米，超增压模式380牛米的极致性能表现，再加上官方时间百公里6.2秒的加速，中国品牌独此一分。哇，你看到了吗？看到了吗？哇，那个是人吗？好像还是个妹子，还长头发的，玩滑板的。哇，好厉害哦！这种山上玩滑板真的牛逼。我之前也有看过，在那种山上玩滑板速降的，没想到真的能遇上。哎，你说我们要不要去找一下他？啊，我们今天还拍摄啊！哎呀，掉头啦！哎，你好，你好！我刚才看到你在玩这个滑板是吧？哎，我之前有在网上看过这个视频，但是我觉得好像都是男生，女生玩这个好像很少。对，就是基本上玩所有的极限运动，女生都会比较少嘛。是吗？我玩的这个叫长板速降。长板速降是吧？你刚刚应该看到我是从你应该在上山，我在下山的。对对对，是的，是我刚看到你这个也是分类的一种，就叫长板速降是吧？对对，它这个呢是依靠就是只能在下山玩，然后依靠这个重力加速度来保持这个速度。那你这个速度能有多快啊？这个现在世界纪录好像是143公里每小时了。143，对，就靠这个滑板。对，重力加速度。那你刚才那个速度有多少？我应该的话刚刚那个有60左右吧。60，车过60那个弯都很难过的。这个滑板肯定会比车就是过弯灵活一点啊。真的吗？真的，要不然我们比比。可以啊，怎么比？我下山，你上山，怎么样？可以啊，没问题。你这个你确定能赢我？比比才知道。好。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1年1度的阳山山路公开挑战赛跨级别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驾驶长板滑板下山的亮亮代表队和驾驶高性能小钢炮领克02 Hatchback 的壮壮代表队。今天的太阳异常耀眼，但比这更耀眼的是双方必胜的决心。好的，比赛开始。我们可以看到领克02 Hatchback 飞快地冲了出去，它看上去势在必得，而长板选手因为没有自主的动力，仅靠大长腿蹬地前行，但越到后面，它的速度就会越快。画面来到领克这边，我们可以看到领克02 Hatchback 强大的动力让它在上坡时如鱼得水。现在赛程即将过半，滑板的速度越来越快，跟我想象的一样。滑板选手依靠自身的摆动来对抗计值，帮助滑板过弯。但跟我想象的不一样的是，滑板的速度竟然可以这么的快。与滑板相同的是，领克02 Hatchback 过弯也需要对抗计值。与滑板不同的是，领克02 Hatchback 需要避免摆动，避免扭转，将车身牢牢地固定在地面上。通过高刚性的车身控制车体扭转，接着用精心调教的避震来对抗弯道中的重心转移，最后通过强大的 PS 轮胎将车牢牢地抓在地面上。我上一次见到弯道能力如此好的车，还是在上一次啊！相遇了！这一刻真是美如画，是机械与血肉之躯的对抗，滑板一路火花带闪电，真的是太帅了。现在已经到了赛程的后段，滑板越到后程，路面越平坦，它的速度就会越慢，车越到后面，山路越陡，弯道越急，对车的要求也会更高。滑板用了锻造支架和锻造的前后桥来减轻重量，从而制造更高的速度。领克02 Hatchback 也是一样的套路，锻造轮毂带来是比同级别小钢炮轻30%的重量优势。好了，比赛马上就要结束了，滑板进入了最后一个弯，开启滑行模式，领克02 Hatchback 已经冲线了。来吧，让我们来公布比赛结果。哇，我刚才没想到你那个弯过得竟然那么的快。其实我当时在开车的时候一直在想你会从哪个弯里面冲出来，但是从那个弯里冲出来之后，我还是没有什么心理准备的。其实你刚刚出来的时候呢，因为这个车的颜色它太亮眼了，我第一眼就发现了你，然后我马上就调整了我的这个滑行轨迹，然后就是没想到我这么快的情况下，你还能这么稳的过弯。哎，那打断一下，那今天的成绩怎么样呢？
其实我个人觉得啊，毕竟虽然两个都是4轮的交通工具，但是毕竟一个是机器，一个是人，这个成绩应该差距还是挺大的。我们今天成绩不重要，重要的是以板会友，以车会友，你觉得呢？我也是这样觉得的。我刚刚滑板输给了你，那现在我们换一个方式，你来滑板，我来开车，我们比一比。我玩滑板，我之前有试过，我的平衡能力特别差，这个滑板我是真的玩不溜。那这样吧，我滑不了滑板，你要不要来试试车？好，走。好了，现在呢，你是坐在这个车里想体验一下嘛？那我就来给你简单介绍一下这台车。这台车呢，全名叫做领克02 Hatchback。领克是中国的一个品牌，这个品牌呢比较追求个性啊、时尚、运动这些标签啊，就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年轻的品牌。然后这台车 Hatchback 的意思呢，顾名思义就是一个小钢炮。你们可能不在这个车圈里玩，你们不太懂这个意思啊。大概的一个概括就是身材小、大能量啊，就是这样一种概括。和我差不多。然后我刚才看到你们那个板，尤其我摸了一下你那个轮胎，我本来以为你那个轮胎是很硬的，但其实摸上去还是挺软的。对，我用的那款轮子呢，它是比较偏软的，而且它是一款专为速降比赛竞赛就是研发的一款轮子。刚刚说到这个轮子虽然很重要呢，但是我们的桥距和轮距也是非常重要的。简单来说呢，就是越长越稳定，越短越灵活。那这个我们的原理也是一样的。这台车它是一个4轮4角的车型，它的每个轮子就比较靠近于每个角，这就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呢？这台车它的轮距宽，这样的话它过弯的时候就稳定。而且这台车它车身比较小，车身比较小呢，就造成它这个车过弯的时候也会很灵活。所以总结起来就是这台车的弯道中的表现就是又稳定又灵活。刚刚说了这么多硬件的东西呢，就是可能女孩子也不会太感兴趣。女孩子真正就是在乎的呢，是它这个车的颜值，还有内饰的一些装饰。对的，我觉得这个车的这个成色呀，就是非常的亮眼，然后感觉就是非常的青春，然后运动感十足。是的，而且它这个内饰啊，就是我特别注意到它这个特别耀眼的，就是安全带，橙色的安全带，包括它这个出风口也是橙色的。这个是什么？回正标。这个就是方向盘的回正标，就你在开车的时候，你可能有时候开的比较激烈，因为这种运动型的车，就很多人会开的比较激烈。开的比较激烈的时候，他可能就有时候忘了自己打了多少圈了，就这个方向盘标回正了以后，它就能比较好的去看前方的路。其实除了你刚才说的这些东西啊，它这个车机其实体验也是很好的。比如说这边有哔哩哔哩，直接有 B 站的 APP 可以装，你在平时休息的时候，在车上待着的时候就可以看。好了，刚才给你介绍了这个车这么多的信息啊，是因为我觉得这台车特别的适合你，因为这台车面向的那些人群，或者说他现在我认识的那些领克02 Hatchback 的车主，都是比较喜欢运动的，其中有玩极限运动的，有玩摩托车的，有玩那个速降的那种就是自行车的，然后也有些玩越野的都喜欢这个车，然后又是一些比较时尚的年轻人，同时又比较追求这种自由的生活的。所以我觉得真的挺适合你，因为我刚才看到你玩滑板真的是非常飒的那种感觉的。那你今天就多开一开，多感受感受，好吧？好。经过这次与长板速降玩家的相遇，真的让我学到了很多。你能想象吗？一个在 B 站基本上没有什么正经的攻略、正经教学的运动，居然有这么多的玩家和受众，真的让我大为吃惊。而且我们也能想象到，小众的这种运动虽然很多，但是我们觉得小众并不是异类。就像领克02 Hatchback 一样，在中国的其他品牌都在拼油耗啊、拼空间、拼配置、拼什么性价比的同时，一台主打性能、主打操控的2厢小钢炮横空出世，对于中国喜欢玩车、喜欢汽车文化的消费者来说，无疑是非常欣慰的。